闰年正式的第一个收纳案呐、做2次规划好处是什么吗？做收纳规划好处，就是因为我们会帮业主清点他所有的东西，我们都可以帮他把尺寸算得叭。因为可能他第一个设计师的时候，那时候业主还没有买这个东西，所以那个后来买了之后，他就是这样在散乱在地上。这个空间呢、它特别在，因为呢主人是有养1狗1猫，还有一个什么兔子，这里是3种，然后还加上人，有4种不同的物种存活的一个大空间。你们说狗主人梦寐以求，爱狗人士梦寐以求的柜子要来了，你们看。这衣柜比我的衣柜还要漂亮哎！我们就还很可爱的在这里设计了他自己，因为这里是 Sunny 会睡觉的地方嘛。那他的玩具呢，就会在他自己左边，所以他呢随时想要挑选什么玩具，他就可以从这边把它拉出来这样子。可是很常，你住进来你才会知道你缺什么。你已经装潢好了家，然后你再来新增你自己想要的柜位，很常是我们会建议客人的。你知道大家有一个坏习惯，就是有这种悬空的床架，就会开始一直在下面塞盒子。这个我觉得是现在是懒人福音，跟就是有囤物癖的家庭的福音。我们这边有偷偷设计一个小小的猫柜，它的猫砂盆就放在这里面。猫咪假如进去上厕所拨沙就不容易拨出来，然后跟它出来的时候还要闰年设计 Living to Sing 是一个跟宠物友善、跟室内设计知识有相关的频道。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话，就开启订阅，然后把小铃铛点起来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重要的资讯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乐雅。今天我们来到哪里呢？闰年正式的第一个收纳案呐、因为这边呢，业主其实本身他已经装潢过了，可是他住了一阵子之后呢，他现在很多东西没地方收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来帮他做2次规划。那其实昨天我们已经来过这边，然后把他家里的一些就是很杂乱的东西都已经先整理，稍微分类了。有些柜位是不太是符合他使用的，所以我们有重新帮他做了一些系统柜。那今天呢，就是系统柜是已经有完成2个部分，然后还有一个部分还没有完成。那我们要今天持续做这个收纳，就进去看一下系统柜做得怎么样吧。Go， 啾啾，哇！天哪，系统柜做起来变好美哦！我的天哪，喜欢！我现在先不告诉你这个系统柜它的用处是什么，但是它非常的可爱。我先不让你们看里面，但它现在就是已经做好。你看，你可以看出来吗？就是因为像这里是原本业主他们自己的电视柜，然后呢，我这个系统柜呢是后做的。可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颜色？我完全就那时候有 follow 它的颜色做，所以我现在这样看它，我觉得很 OK， 完全不突兀哎，赞不赞？那我们去看第2个柜子吧 ，Go！ 你看，我们来到这里。这个呢，就是业主他自己本身，因为他有很多书，因为他本来这个床尾的地方是完全没有柜子的，所以你可以看他这个房间里面就只有一个他的5斗柜，然后他就觉得收纳起来其实没有说很方便，这些机器也都散乱在外面。你知道做2次规划好处是什么吗？做收纳规划好处，就是因为我们会帮业主清点他所有的东西，所以你看，连像这种空气清净机，因为这个应该他后来搬进来才买的，我们都可以帮他把尺寸算得叭。因为可能他第一个设计师的时候，那时候业主还没有买这个东西，所以那个后来买了之后，他就是这样在散乱在地上。那你看是不是很完美？这家整个重新活了过来耶！总而言之呢，就是现在已经看完2个柜子，还有一个柜子没有做好。可是因为我们今天要继续把其他的东西收纳、分类分完，所以我们就继续回去做我们的收纳吧。Go！欲筹谋他同一个玩具要养3个，这是所有狗狗的主人的那个想法。因为呢，东西就是会被他们咬坏，可是呢，他偏偏又很任性，因为他可能咬完这个玩具之后，他就只爱这个玩具。像我们家饭团就是，他买一堆玩具给他，可是他永远就咬那1、2个，可是那1、2个咬烂之后，他就会进入一个悲伤的世界。你看，我以后也要像这样子。你看高楠以后不准再阻止我买东西了，他都会一直问我为什么重复的东西要买10个，这是原因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乐雅。时隔几天，就是距离我们上次收纳已经过了2、3天了，我们现在要回到这个空间喽。那上次忘记跟大家说呢，这个空间呢，它特别在，因为呢，主人是有养1狗1猫，还有一个什么兔子，这里是3种，然后还加上人，有4种不同的物种存活的一个大空间。每一个物种都会有自己的需求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就他们3个物种，他们需要怎么样子设计怎么样的柜位，做怎么样的收纳，现在带你们进去看 ，Go！哇，你开门了。首先呢，就为大家介绍狗狗的空间。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有养大狗的家里梦寐以求的地方，这里是洗狗狗的区域。就是呢，它根本不用进到室内，在玄关这阳台地方，它就做了一个洗狗的地方。平常Sunny就会在这边洗澡，这边就有这个吹水机的架子，有没有？这就是我们新增设的这个地方，是其实原本屋主他就已经做好是要洗澡用的。可是呢，因为这边的东西都很杂乱，然后它取都很不方便，所以后来呢，我们就它有的东西做了这个架子，所以它现在吹水机就可以完整收在这里。那这里呢，就可以收一些狗狗们的沐浴用品啊。然后再来，就帮我看到这边。
之前Sunny的东西，尤其是要外出洗澡啊，全部都收在里面，像是什么湿纸巾啊，都是有时候狗狗刚进门它要擦脚用的啊，跟捡便袋，就是因为有时候带它出去上厕所的时候，你马上会需要捡便袋，就是要帮狗狗洗澡的啊，跟你随手要取得的东西，现在要在这里。像上面的这一层，基本上呢就是它的洗护用品、保养用品，或者是像在这边要帮它洗澡，可以那个打泡，就是那个不是打泡啦，制造泡泡的东西，你们不要想歪。对，用这样子盒子的好处呢，就是如果你是要帮它洗澡的话，你就可以单纯把这一盒拿过来这里，然后你就可以帮它洗澡。如果你是要帮它刷牙的话，你就可以单纯拿这个过去帮它刷牙这样子。那如果你只是想要它回家的时候稍微清洁一下手，你就可以直接拿这里面的东西。你看是不是很完美？我觉得太棒。而且你看我们原本它这边很乱嘛，可是我们现在帮它整理完之后，它这上面还可以放东西，然后还有下面还多了2个空间。那目前我们就是帮它有一些就是它之前装修用剩的材料，我们就放在这个外面，是不是太棒了？再来还是狗狗的地方，让我们进去看 ，Go。今天饭团、法官还有高楠都不在这里，我自己一个人录，好寂寞，我要找2个好朋友来陪我。今天你就是法官，今天你就是饭团。好，总而言之呢，我们现在就是来到狗狗的收纳区。跟你们说，狗主人梦寐以求，爱狗人士梦寐以求的柜子要来了，你们看，这衣柜比我的衣柜还要漂亮哎！你看它有多少衣服，我必须得跟你讲，这个衣服啊，我都可以穿了，根本就是我的衣柜。然后这边也是，因为它是养黄金猎犬，所以它狗是稍微偏大只的，所以它的衣服其实是蛮长的。虽然我们本来是就是希望说可以就这样一件一件挂进去，可是难免它还是会有一些比较长的衣服尾巴是掉下来的。所以你看，我现在就要给你们看这个小法宝，因为你们看这个衣架，就其实这一件衣服它本来是这么长，但是呢，我要跟你们讲这个衣柜比较神秘的地方，因为呢，就是我们想要留出这个平台，可以稍微做点事嘛，跟可能之后业主会养鱼会放在这边，所以呢，我们下面的这个桌子有留一个足够的空间。可是这个衣柜呢，因为那时候我们要对齐这个墙，没有办法说做一个真的衣柜，就是60公分深的。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困扰，空间就已经很小了。可是呢，衣柜永远它的深度就是要占60公分，要不然衣架放不进去。可是你们看现在这个神奇的衣架，本来呢，我们以为我们做这么浅的柜子，那可能就要请业主买那个儿童衣架。但你看，现在我们有这个衣架。这个衣架呢，它就是正常的时候它是可以这样使用，而且它的头可以转360度。例如说你想要这样子也可以，然后你想要是垂直的挂，这样子挂也可以。它这里 extra 还有这个小勾勾，可以吊一些小元件在上面。假如是我的戒指，好了，如果你有什么小领巾什么的，它这边就可以有一个 extra 可以挂的地方。最棒的，它要来了，就是它是可以这样子放进去之后，把这个往后扣。它要变成是儿童衣架这个概念，这个放进去啊，还是太长有没有？所以呢，它就有一个这个，这样子把它拿起来了，你看，它就变成这样短短的医疗衣服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是不是？它就完整的不会碰到这个下缘。用这种衣架的话，你下缘这里的空间，你看，就你还可以放东西。然后再来呢，我们就来到这边。这边呢，其实是猫咪的衣服跟Sunny的领巾，跟它一些小玩具们。你看还有foodpanda这个多可爱！最想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，你们看到这个牵绳吗？因为呢，它的牵绳真的非常世界无敌多，所以呢，我们给它用了这个小元件。就是我现在把这个先拿下来给大家看清楚一点。就这个小元件呢，就它是这样子的旋转的勾勾，所以呢，你可以360度的旋转。如果你今天想要拿后面的牵绳，你就这样子转这个方向，然后把它拿下来，你根本不用把这个直接整个拿下来。然后再来上面的这里呢，上面柜子毕竟比较高嘛，不好用。可是你们看，我们这个柜子设计得多好，因为当时啊，这个地方整个是空的嘛。可是因为其实已经有业主原本的电视墙的结构，所以你可以看我们这个切线是切在跟它电视墙同样的地方，所以你就不会觉得看起来很突兀，而且故意选这种有点绿色，跟它原本的黄色呼应。然后上面呢，因为毕竟是比较高，不好拿柜子，所以我们这里就是放一些备品。所以呢，最左边的这一柜跟最右边的这一柜呢，目前呢是尿布垫们，而且因为在上面的东西不好拿，所以你很难就是这样子把它拉起来。我们有找这种有把手的收纳箱，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拉这个，然后把它拿下来。这边就是它的备品的这个尿布垫，狗狗的尿布垫们。然后如果你 OK 之后，你看连我这种矮个子女生都可以轻松的把它放上去。然后这2个呢，就是 Sunny 它的玩具们，因为你知道它玩具非常多，我们就还很可爱的在这里设计了它自己，因为这里是 Sunny 会睡觉的地方嘛。那它的玩具呢，就在它自己左边，所以它呢随时想要挑选什么玩具，它就可以从这边把它拉出来这样子。然后最后呢是这里，因为将来业主可能是会想要养鱼，这边现在目前呢是一些它鱼的一些什么灯啊，或者是水管啊，然后或者是假山啊的一些鱼的收纳品就在这里。最可爱的地方要来咯，这里呢是宠物的零食门啊，其实这里呢就分成4大样。第一个部分呢是工具区，所以这里面呢就有Sunny的梳子，然后还有一些剪刀、指甲刀，这里就是一些硬的备品区。那像下面的这个部分呢，
就是你可以看下面的这个部分是它的保健食品，然后跟一些营养罐这样子。这2个呢都是它的零食区。那会做这样子盒子的分装，就是因为你随时想要把它拿出来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用拉的，那你就不会是一个很大很深的柜子，就是你还要这样子爬进去里面，就不用那么狼狈。对，最后这里是它的饲料区。因为大家知道饲料很重嘛，所以如果它放在很高的地方的话，你们要拿饲料的时候都非常麻烦。总之呢，这就是我们可爱的狗狗的柜子区，不觉得很完美吗？完全就是我梦寐以求。就假如我有养狗啊，我刚说嘛，就如果我的空间够大的话，我就是非常想要有一个这样子完整的狗区，好幸福哦！我真的觉得桑尼好幸福哦。接下来我们来到兔兔的家，兔兔是这个家最幸福的动物，因为兔兔呢是跟主人一起住的，这就是它的窝。因为他们的兔兔会上床嘛，所以呢有一个像这样子的楼梯，它就是可以让兔兔就是自己跳上去，超可爱的这个。是在这个空间里面，原本它没有这个柜子啦，是我们额外在帮业主做的。业主自己在自己的旧家里面有很多的书，但因为他这里没有柜子，所以他当时一直不敢带过来。这次在整个调整布局的时候，他就特别要做这个柜子。我要跟你们说，其实啊，2次施工就是你已经装潢好的家，然后你再来新增你自己想要的柜位，很常是我们会建议客人的，因为每次客人都会在房间的时候犹豫，就是不知道说，他到底要做什么衣柜之类的。可是很常你住进来，你才会知道你缺什么。就像这个空气清净机，可能是他后来才买的。那时候其实本来没有这个柜子的时候，这个清净机就是散乱在有插座的这个边边。然后线也都露出来。现在就是因为一定知道他所有的需求，所以帮他做好这一柜之后，就完全你知道都照 size 来，也没有做的太高，也没有浪费空间，这里就完全 for 娃娃们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一个很好空气清净机可以进去的家。接下来呢，因为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收纳空间嘛，所以呢，我非常推荐大家，如果你的床架是做这样悬空的，其实那种悬空的床架是我比较爱的，因为落地的床架，你真的就是在你搬进来到你搬走的那天，都别想打扫你的床底。那可能像这种悬空式的床架，就是你把东西都拿出来之后，那扫地机器人就可以下去稍微帮你打扫一下。可是呢，因为你知道大家有一个坏习惯，就是有这种悬空的床架，就会开始一直在下面塞盒子。可是塞盒子的话，你就一样打扫不到啊。所以呢，像这种床下的收纳就很好，因为这个床下收纳它是完全设计给床下用，所以它就有算尺寸，刚好是双人床这样2个宽度，所以在这个下面有4个像这样子的空间。这个更大的优点是，你如果要拿东西的时候，你不用整个这样子把它拿出来，然后想说要开盖子，它是这样子。假如你只想要拿前面的东西，你只需要开这样子半个盖子。那如果呢，你可能需要稍微拿多一点的话，你可以开到第2段。如果万不得已，你真的是很需要拿这边的东西的话，那也是一样，你还是一样不用把整个盖子掀开，你就是开这半段就好，这样子。这个我觉得是现在是懒人福音，跟就是有囤物癖的家庭的福音。那刚刚你看到这个，其实这个啦，现在就是放我们小兔兔的那些尿垫啊，跟它的那个兔草。这边呢，就是之后呢，就会让那个业主他们放自己的换季的衣物，所以像冬天的衣服什么，它就会回到这个盒子里面。是不是收的超干净、超棒？连兔兔都有这么完美的空间，什么都帮他想到了。被骚扰，不要怕，挡起来。要喝水，直接喝水。要上床，直接上床。然后要什么有什么。接下来要去看，我觉得在这个家更幸福的另外一只动物，就是阿猫，我们的咪咪。Go。我们来到了咪咪的空间喽。怎么还那么乱啊？짜란！所以呢，就是最后我们就是做出了这个可爱的猫柜。我们再来变一个小魔术吧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这里呢就有一个小魔术，就是呢，如果呢他们需要在这边工作的话，他们就可以把这个桌子展开，在这边工作跟吃饭。可是如果不要的话呢，他就可以把这个整个收掉，然后恢复刚刚那个大空间。猫咪跟狗狗都可以有很好的动线。然后大家有偷看到吗？我们把猫砂盆藏在那个位置里面。我先把这个便关起来。好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们这边有偷偷设计一个小小的猫柜，它的猫砂盆就放在这里面。猫咪假如进去上厕所拨沙就不容易拨出来，然后跟它出来的时候还要经过这个地方，所以沙呢就会比较聚集在这里，不会就是跑到到处都是。然后呢，这个门片可以开，然后下面的门片也可以打开，像这样子。猫砂盆可以直接，你可以直接铲或直接清，或者可以直接把它整个拿出来。就是因为猫砂盆会稍微有一点味道，把它闷在里面不太好，所以呢，就我们有做这个格栅门片，把它塞在里面。那总而言之呢，这就是我们现在完整做的收纳，所有的东西都回到了这个位置。大家还记得这里以前长怎样吗？现在这里已经全部你知道都收满东西了。你看抽屉还有很多空位，但谁家还很乱？下次的话我们到你家喽，拜拜。它却有一个完整的收纳区，我现在开给你们看喽。天哪，你看，好啊好啊，谢。